耶和华对摩西说：土地不可永卖。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聊一份蛮有意思的资料，它解读的是利未记。利未记。对，你可能会想说，利未记那不就是一大堆很古老又很繁琐的律法条例吗？很多人都这么觉得，没错。是啊，但我们要解开一个谜题，为什么在这本书里面要花这么大的篇幅去细米为地，去规定土地还有房屋的买卖？这背后到底藏了个什么样的社会蓝图？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这些条文你乍看之下会觉得这就是古代的房地产法规嘛。对啊，不动产交易法之类的。但实际上它揭示的是一个跟我们今天完全不同的世界观。它的核心概念会直击颠覆我们对所有权的普遍认知。是什么样的概念？这个概念就是土地的最终所有权其实不属于任何人。不属于任何人？对，而是属于上帝。当时的以色列人，充其量只是管理者，或者资料里用了一个词叫做房客。房客？哇，这个说法很有趣诶。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从这些看起来很干燥的法律条文中，去挖出它背后关于社会公平、信仰，甚至是对整个世界历史的宏大构想。没错，我们会来看看为什么土地不能永远被卖掉，还有那个听起来很神秘的禧年到底是什么？一旦你理解了上帝是地主，人是房客，后面所有关于赎回土地和房屋的规定就都有了很清晰的脉络。你会发现，这不是一套冰冷的法律，反而是一套充满温度的社会安全网。对，目的就是维持社会的稳定跟公平，同时不断地提醒人们，他们跟这片土地、跟上帝之间的关系究竟是什么。好，那我们就来拆解这段内容吧。一开始第23节就投下了一颗震撼弹：地不可永卖，因为地是我的。这句话真的很关键。等一下，这句话的含义非同小可。在那个时代，不管是埃及法老、巴比伦君王，还是各地的贵族，土地就是权力的根基啊。没错，有地司有财，有财司有权。但这里直接说地是我的，那个主词是上帝，这等于是把所有人间的权利都架空了。这在当时听起来，不就是一种革命性的宣言吗？绝对是革命性的。但从根本上就定义了以色列人跟他们所居住土地之间的关系。资料里提到，他们是客旅，是寄居的。客人。对，这句话直接宣告了上帝对这片土地拥有绝对的主权。所以，以色列人不是地主，他们只是上帝的土地管家。那既然是管家，就必须遵守主人的规定了。就是后面这一整套关于土地买卖和赎回的条例。这就引出一个问题：既然土地是上帝的，理论上就不该买卖才对，那为什么还会出现卖地的情况？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对，这就是关键了。资料里提到一个很有趣的背景，跟安息年制度有关。安息年？是的，这个背景非常重要。安息年制度规定，每耕种6年，第7年就要让土地休息1年，完全不耕作。哇，这需要很大的信心耶。你可以想象，这需要极大的信心，相信上帝会在第6年赐下足够3年的收成来度过安息年。但资料指出，以色列人常常信心不足，就还是偷偷跑去种。对，到了第7年还是照常耕种。这就像是为了短期的利益透支了未来的资源。我懂，完全正确。长期下来，土地因为没有休息，地力就耗尽了，收成越来越差，结果反而让许多家庭陷入贫穷。正是在这种生存压力下，人们才被迫出卖自己的地业来应急。原来如此。所以这里的卖地，并不是我们今天想的什么商业投资行为。不是的，它是一种走投无路下的求生手段。所以说，赎地条例才显得格外重要。它不是一个自由市场机制，而是一套社会安全网，专门用来应对这种因贫穷而产生的危机。没错。那具体的赎回机制是怎么样的？资料里把它拆解成一个非常周全的3层保障网，确保地业不会永久流失。3层？对，第一层
是第25节提到的自近的亲属。如果你的兄弟穷到必须卖地，他血缘最近的亲属就有优先的义务和权利出手把地赎回来。啊，这就是我们常在古装剧里听到的宗亲或族长要出面主持公道的概念吗？把家产留在家族内部。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一种家族内部的互助美计，防止家产外流。但如果没有亲属有能力帮忙呢？那就来到第二层保障了。是的，也就是第26到27节，让卖主自己赎回。如果原来的地主他后来经济状况好转了，发财了。对，他可以根据距离下一个喜年还剩下多少年，计算出土地剩余的使用价值，把这笔钱还给买主，就能赎回自己的地。这很合理耶，买主其实也没有损失，他买的本来就不是永久所有权，而是这段时间的使用权。对，他为自己使用的年限付了钱。但如果最坏的情况发生了呢？亲戚没钱帮，自己也一直没能翻身，那该怎么办？是不是就永远失去土地了？这里就是最关键的一点，也是第3层最终极的保障。第28节提到的喜年。喜年？每过7个安喜年，也就是第49年之后的第50年，就是一个喜年。到了这一年，所有之前卖出去的土地都必须无条件的自动归还给原主或其后代。哇，所以喜年就像是整个社会经济的强制回复原厂设定。哈哈，这个比喻非常贴切。不管你在这50年间是发了大财买了很多地，还是穷困潦倒卖光家产，时间一到，叮一声，大家的地产都回到最初的起跑线。就是这个意思。他从制度上确保了土地不会永久地集中在少数富人手中，避免了社会阶级的永久固化。买主从一开始就知道，他买的只是这块地在喜年到来之前的使用权。对，最终的业主是上帝，而上帝的规定是，到了喜年，地就要物归原主。这听起来很理想哎，但实际执行起来那个难度应该很高吧？那些花了钱买地的人，50年后要无偿归还，真的不会有纠纷吗？资料本身没有详述执行层面的困难，但它强调的是背后的精神。这个制度的存在本身就是一个强烈的提醒。提醒，不断告诉当时的富人，你手中的财富不是永恒的，你只是暂时的管理者。同时也给了穷人一个永恒的盼望，无论情况多糟，总有重新开始的机会。这是一种深植于信仰的社会价值观。对。而且资料还把这个土地与子民的关系从个人延伸到了整个以色列国家的历史。是的，这点很有意思。因为上帝应许这地永远属于他们，所以即使被赶出去，最终还是会带领他们回来。没错，最让人玩味的地方就在于资料将这个失而复得、不断归回的模式一路连接到现代。对，从巴比伦归回这件事直接促成了耶稣时代的来临。后来历史上，他们又一次被从这块土地上分散到世界各地。而到了1948年，以色列的复国，在资料的解读看来，也被视为这个宏大主题的延续。一次又一次的归回，所以这块土地本身就像是上帝信实的物理证明。是的，这个观点认为，无论以色列民的境况如何，上帝最终都会把他们带回这个家，也因此这片土地就成了世界历史焦点将永远聚集的地方。所以说，土地就像是家族和国家的根，有各种机制保护它不被永久拔除。但有趣的是资料显示，一旦你从乡村进了城，盖了房子，这个根的概念好像就变了。对，规则突然来了个大转弯。这是为什么？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别，反映了2种不同性质的资产。首先，第29到30节讲有城墙的城内住宅。有城墙的，对，这种房产赎回期限有短1年，才1年。对，如果卖掉之后1年内没有赎回，这房子就定准永远归买主所有，世世代代都是他的产业。所以就算到了喜年也不用归还，不用，喜年也拿不回来。所以城里的房子是可以卖断的，这跟土地的规定完全相反耶。对，一个是纯粹的商品，一个却被当成神圣的地业，这背后反映的价值观差也太大了。可以这么看，
城墙内的住宅被视为是商业性质的财产，商业性质，它和农业生产没有直接关系，流动性比较高，更像我们今天理解的房地产，所以它的交易规则更偏向商业化，有严格的时效性。错过了赎回期，交易就永久生效。那另一种呢，无城墙的村庄房屋。第31节说，这些散布在乡间的房屋要被视同乡下的田地。视同田地，也就是说，他们适用跟土地完全一样的规定，可以随时赎回，并且如果在禧年之前都没被赎回，到了禧年就必须自动归还给原主。没错，因为这些房屋和农耕生活是绑在一起的，被看作是地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好的，这个区分很清楚了，一个是流动的商业资产，一个是根本的农业资产。但接下来规则又有了一个特殊的例外，就是第32到33节，专门针对利未人的房产。对，利未人，为什么他们要被特别对待？这就触及到当时以色列社会结构的核心了。利未人的社会角色是什么？在以色列12支派中，他们是被分别出来专职服侍圣殿的祭祀支派。因此，当初分配土地的时候，他们是唯一没有像其他支派一样分到大片土地作为产业的支派。啊，我明白了。所以他们在各个指定城邑里的那些房屋，就等同于其他支派的土地，是他们唯一赖为生的产业。完全正确。所以，针对他们房产的规定就非常特别，给了他们双重保障。双重保障。一，利未人城内的房屋可以随时赎回，没有那1年的期限限制。哦，随时都可以。第二，就算一直没有赎回，到了禧年也必须像土地一样归还给原来的利未人家族。这项规定从制度上保障了祭司体系的稳定，确保他们的产业不会因为短期的经济因素而永久丧失。是的，而最严格的规定是第34节提到的城郊野之地。对，这是最严格的，可以说是天条。利未人城以周围那些用来牧养牲畜的郊野牧场，资料里说这是他们永远的产业，永远的产业，意思是绝对不禁止买卖的。这是全以色列中唯一完全不能进入市场交易的土地。这真的，让我想到一个现代的概念，有点像把这些地设定为国家公园或水源保护区。有点那个味道。是为了公共利益而永久保留，绝对不能进入市场交易。为什么要这么绝对？资料的解读是，这是一个极具智慧的战略性布局。战略性。对，上帝的计划是将作为信仰导师的利未人永久地固定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居住点上，像是一个属灵的网络。哦，像一个各个节点。正是，透过禁止买卖他们赖以为生的郊野之地，就确保了他们不会因为经济问题而被迫迁移。这样一来，整个以色列敬拜上帝的体系，那个分布在全国的骨架就被牢牢地支撑起来，不会因为经济动荡而瓦解。对，所以这远不只是财产法，它根本就是维持国家信仰核心的战略设计。没错。透过看似繁琐的土地规定，来确保祭司体系和对上帝的敬拜能够稳固地存续下去。如果我们把这个视角再拉高，连接到更大的途径，资料提出了一个相当宏大的观点。是的，他认为以色列这块不可永卖的土地，其地理位置本身就有无可取代的战略价值。你看地图就知道，它正处于亚洲、欧洲、非洲3大洲的交界处，世界的十字路口。正是这个独特的地缘位置，使得在初代教会时期，福音能够以此为枢纽，非常快速地向当时已知的世界传播开来。地理上的优势。同时，耶路撒冷本身根据传统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地方，是整个信仰的起点，这使它成为全球敬拜的象征性中心。所以这块土地的地理意义和属灵意义是紧密交织在一起的。对，资料现在将其与末世预言联系起来。哦，怎么说？比如，圣经预言耶稣再临的地点在橄榄山，最终善恶大战的位置在哈米吉多顿，这些关键地点全部都在这片土地上。
哇，这个解读认为，上帝的整个计划就是让全人类的目光从历史的起初到末了，都无法真正的离开这片土地。好的，我们来总结一下。聊到这里，这些来自3000多年前利未记的古老条例，对你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描绘了一个非常独特的世界观。是的，在这个世界观里，人类并非财产的终极主人，而只是管理者。对，而且社会的底层设计中内建了一套防止贫富差距永久固化的机制，也就是禧年这个重置按钮。最重要的是，它告诉我们，一片特定的实体土地可以承载着跨越千年的属灵意义和历史使命。资料反复强调，从历史上的不断归回，到它作为福音传播的中心枢纽，再到指向未来的预言，似乎有一股就是要让世界的焦点持续聚集在这片特定的土地上。而这也为你留下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在我们这个崇尚个人所有权、强调全球化，甚至越来越多生活在虚拟空间的现代世界里，回过头去思考，一片实体的土地可以被赋予如此独特、神圣的地位，并被认为是历史与未来的永恒中心，这究竟意味着什么？上帝是地主，地不可隐瞒。